天大的好消息！安承熙不禁挑了挑眉，好奇问道：“究竟是什么好消息，能称得上天大的好消息？”孙姐欢欣雀跃地说道：“您不是好奇少爷跟罗斯柴尔德家族究竟达成了什么合作吗？我问了林小姐，她说公子跟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族长霍华德达成了秘密协议，叶少爷给他一颗丹药，换了他一部分现金和一整套 AI 模型。一整套？”安承熙瞪大眼睛，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投资的那个目前最强大的 AI 模型吗？对，孙姐重重点头。安承熙连忙又问，这套模型现如今已经是互联网科技的最大风口，未来的市值不会低于几千亿美元，而且也被美国上升到了战略层面，从软件到硬件都对外禁售。陈儿是怎么做到的？孙姐道，林小姐没跟属下透露太多，不过属下相信应该也是有一些限制条件的。安承熙微微点头，十分激动地说道，这么看来，近期英伟达无故推迟其他企业的显卡交付，应该就是把产品抽调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，也只有他们才具备这样的影响力。说着，安承熙又道，既然一切都是暗箱操作，那罗斯柴尔德家族承诺给陈儿的这套 AI 模型大概率也是不对外公布的，也就是说，陈儿大概率要了一套一模一样的东西，但是承诺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商用，也不对外宣布。这样的话，也就能理解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什么会同意了。孙姐笑道，夫人，如果少爷真得到了一整套 AI 模型，将来在面对破青会的时候一定能增加几分主动。安承熙会心一笑，感叹道， AI 能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，再加上陈儿现在还有李亚林这个华人探长从旁辅助，一定能事半功倍，说不定会给吴飞燕带来前所未有的大麻烦。言罢，安承熙站起身来，对孙姐道，孙姐，准备一下，是时候离开金陵了。安承熙来金陵的目的，起初是想见一见伊藤菜子，想办法帮他悟道。在伊藤菜子悟道之后，他留在金陵，一直关注着叶晨在美国的动作。在四方宝状官宣回到祖国怀抱之后，他便想向叶晨传达一个讯息，不要修炼九玄经序里的九玄心诀。现在他的目标都已经圆满达成，留在金陵只会增加自己暴露的风险。毕竟金陵不仅有儿子叶晨，还有林婉儿这个智多近妖的存在。安承熙也怕自己继续留在这里会被他们发现端倪，所以抓紧时间离开才是上策。当安承熙离开金陵的时候，叶晨正有些局促地端坐在外婆家的饭桌前，外婆对他一直嘘寒问暖，饭桌上的小舅也十分热情，只是小姨安悠悠一直有些沉默寡言。叶晨起初是怕他在饭桌上问起陈志民的事情，所以从进门那一刻心里就有些尴尬，但见他一直不怎么说话，心里的尴尬白变又多了几分。外婆和小舅虽然问了许多，但唯独没问陈志民的事情，似乎两人都达成了默契，对这个话题绝口不提。待午饭过后，叶晨又陪外婆聊了一会儿，这才告辞离开。老太太见叶晨要走，便起身说道，晨儿，外婆送你出去。这时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安悠悠站起身来道，妈，您歇着吧，我送晨儿出去。叶晨知道小姨估计是有话要私下跟自己聊，于是便点头说道，是啊，外婆，您就别折腾了，小姨送送我就好。外婆也知道小女儿肯定有话要问外孙，于是便点了点头，顺水推舟道，行，那就让你小姨送送你。姨甥二人一前一后走出别墅大门，来到院子里时，安悠悠才忍不住问叶晨道，晨儿，你跟小姨说句实话，陈志民是不是已经死了？叶晨对他的问题一点也不觉得惊讶，非常坦诚地点头说道，是的，小姨，陈志民已经死了。安悠悠抿了抿嘴，又问他是怎么死的。叶晨回答道，大火烧死的，但没留下什么线索，骨灰也都被处理了，基本等同于人间蒸发。安悠悠轻轻点了点头，他之前就知道叶晨去了纽约，而叶晨去纽约之后没多久，陈志民就失踪了，以至于安家几名管理人员因为找不到陈志民，
都把电话打到了他这里。知道陈志民失踪的那一刻，他就猜出陈志民应该已经死了，只不过他一直没等到一个明确的消息。现在得到叶晨的确认，他心里百感交集，五味杂陈。不过归根结底，还是有了一种解脱的感觉。于是他问叶晨：“晨儿，你应该早就知道陈志民是破青会的人了吧？”“没错。”叶晨点了点头，如实说道：“早先就推测他应该是破青会的书生，但一直没有直接证据。不过这次去纽约，偶然发现他与破青会的一位伯爵暗中联手，想得到4方保证，于是我就找机会把他们2个都给解决了。”说罢，他有些抱歉地对安悠悠说：“小姨，事发突然，没能来得及向您请示，还请您见谅。”安悠悠轻叹一声，对叶晨说道：“晨儿，是小姨要谢谢你为安家除害，我和你小舅识人不慎，险些给安家带来灭顶之灾。这2次都多亏有你，若不是有你救安家于水火，说不定我和你小舅都会成为安家的头号罪人。”叶晨见小姨说得十分真诚，心里也松了一口气。他其实对小姨了解不多，如果小姨有足够正确的是非观，这件事他自然不会埋怨自己。怕就怕小姨万一是个恋爱脑，那自己毕竟杀了她的丈夫，她心里难免会对自己有所不满。好在安家人都见过风雨，格局比一般人要大得多，于是他便开口道：“小姨，破青会的书生，其渗透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。您和小舅当年身边出现过的，让您2位觉得眼前一亮，或者多少有些欣赏的异性，很可能全是他们的人。就算换作是我，恐怕也很难识破，防不胜防。”安悠悠轻轻点了点头，叶晨的话让他心里多少好受了一些。叶晨心知他需要一些时间慢慢适应消化，于是便开口道：“小姨，您这2天什么都不用想，好好休息休息。过段时间，关于我们和破青会之间的形势应该会发生一次很大的转变，让我们掌握更多的主动权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或许就要主动出击了，届时您和小舅也要尽量参与进来。”安悠悠握紧拳头，重重点头，坚定道：“好的，晨儿，小姨明白了。”告别了小姨，叶晨便驱车准备去下面的香榭丽温泉酒店看看武道培训的进展。车刚开出半山别墅，他便接到了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打来的电话。此时的美国已是深夜，史蒂夫简单收拾好行李，便准备等天一亮就直奔机场。为了向叶晨示好，他才专门给叶晨打来电话。叶晨接通电话，笑着问道：“史蒂夫，怎么这么晚了还给我打电话？”史蒂夫连忙恭敬地说道：“叶先生，我是想着华夏现在应该正是下午，这时候给您打电话应该不会打扰到您。”叶晨嗯了一声，问他：“找我有事吗？”史蒂夫陪着笑道：“是这样的，叶先生，家父刚好让我去华夏办点事，再过3-4个小时就要出发了。我是想着您应该也在华夏，所以想问问您方不方便，我想亲自去拜访拜访您。”“拜访我啊？”叶晨笑道：“咱们俩该谈的合作不是都已经谈妥了吗？您好好表现就行了，还何必跑过来见我？”史蒂夫忙道：“叶先生，我现在对您那绝对是一片忠心，您在我的心目中就犹如人生的灯塔，我去华夏若是不见一见您，心里一定会非常遗憾。”叶晨知道史蒂夫想见自己，肯定是想摆摆码头，顺便探探口风，想从自己这里得到一个时间，一个他父亲究竟能活到多久的时间点。叶晨虽然不太想见他，但他毕竟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2号人物，总是各种打压他也就算了，他亲自跑来拜码头，自己若是还不见他，怕是会打击他的积极性。万一这家伙心里认定自己这辈子接班无望，彻底摆烂了，那岂不是就失去了利用的价值？于是他便开口道：“既然你远道而来，那我这个东道主自然要表示表示。你告诉我你这次来华夏的目的地以及你个人方便的时间，我来安排一下。”史蒂夫一听这话，顿时激动起来，连忙说道：“叶先生，我这次去华夏是要去金陵办点事，不过这都不重要，
您告诉我您所在的城市，我落地金陵之后，第一时间过去见您。叶晨好奇地说道。你要来金陵？对，史蒂夫道。家父让我去金陵办事，我要是第一站不飞金陵，怕是会遭他质疑。不过您放心，您给我一个地址，我落地金陵之后就去见您。叶晨笑道。巧了，我就在金陵。你什么时候到？我给你接风洗尘。